这边，啊，快呀！啊，哎。哎，这是不是个猴啊？这应该是献王时期的石条。哎，老胡，这还有一石猴嘿！行嘞，这下是看到圣地的曙光了。哎，同志们，打起精神来啊！咱们去会会那献王老人。胡，你干嘛呢？这有驱虫的味道。这红土能驱虫？不是，献王那么一大老爷们，他能怕虫子？他怕不怕虫子我不知道，除非是为了保护什么。看来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。啊！陈瞎子跟我说过，这献王精通奇术，最厉害的就是改变风水格局。如果这个虫谷里真的有木尘珠，这么大的木，要想在行事礼器上更具仙学的气象，应该会在附近改设某种辅助的血液。这个地方可能就在某一个血眼的附近。你能看出血眼的位置？当然是了。我那半本16个阴阳风水秘术里面的画字卷，说的就是改风换水的事儿。这龙脉要改形换势、转风变水，至少需要动地脉附近9个关键的重要血眼。而这第一个血眼呢，老胡，首先就是化转生。你能不能别说的跟天书似的？不是你说点我能听懂的行吗？说白了，就是只要改变这9个血眼的位置，就可以保持风水禅护绵密，地脉形势万年不破。哦，那9个血眼在哪儿呢？啊，哎呀，这植被太茂密了，一时半会儿真看不出来。啊，合着你没看出来啊？那你说这么热闹干嘛呀？你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我不是正看着吗？你捣什么乱啊？在这待着去。哎，看这山谷的走势，应该是第9处血液。9曲回环，朝山迁。朝山迁9曲回环，朝山迁。哎，老胡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这种格局的末尾会修建庙宇类的建筑，给龙脉增加态势。难道说这虫谷里面会有庙宇？不愧是杨参谋啊，果然是个聪明人。这儿的山民啊，都供奉山神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虫谷里应该有一个山神庙。哦，哎，那个杨裁判，你不是带着那个图了吗？咱看看，没准他们就标着呢。这儿，
且我敢断言，这个山神庙是木质的，所以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些红土，应该是断虫道，就是为了保护山神庙不被过多的虫蚁所损坏。蟾蜍标记着古滇国遗址的入口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山神庙，就进入遗址的范围了。好词儿。嘛呢？一惊一乍的。不是，感谢二位大师的分析啊。那个老胡，你接着往下说。你说那个遗址里面它什么规制啊？不是，它得有多少名气啊？不是，你别看图你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干嘛胖子，到，你别贫了，去周围看看还有什么新情况。是。哎，把我支走了，你们俩想干嘛呀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把手给我。干嘛？换药呀！我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抓住他们还你个公道。张龙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。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等我当上了族长，你就是镇龙寨的二把手。我上任那天，你还要给我弟配刀呢。你给我振作起来！东哥，我想好了，陪你进苍国。但是你的伤，自己眼睛废了，我在哪？抓住他们，是你立功当族长最好的机会。我必须陪你去。伤口肿得很厉害，已经发炎了。忍着点儿。我说杨采王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虽说你不爱红妆爱武装，那怎么说也是个女人身啊！你说你真老爱摸男人手，这习惯可不太好。咬的还是轻了。我看那鱼呀，就应该把你嘴也一块儿咬了。报告杨参谋长，那边一切正常。你们这怎么着？也一切正常着呢？伤得更重了。你就别贫了，2天1夜没合眼了，你还不赶紧眯会儿？赶紧睡会儿啊！哎。屁股一着地就能睡着，你还不赶紧把眼睛闭上，赶紧眯。嘘，你不是睡着了吗？哎，我睡得快，醒得也快，他已经睡着了。他怎么睁着眼睡觉呀？当兵是落下的毛病。老胡咱战内嘛，地形非常的复杂。那边经常有晚上过来偷袭摸哨的，所以他晚上睡觉从来不踏实。
能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心里压着好多事儿。你没打过仗，你不知道，特别的残酷。老胡给我讲过，说他有的战友就是1分钟之前还好好的，一转眼就牺牲在他面前了。这种事看多了呢，他就受了刺激，就有了心结。心结？你是没看他喝多过，只要他喝醉了，他就挨个的喊那些死去战友的名字，他心里惦记着他们。他那会儿是连长，他老觉得那些战友的牺牲，他有责任。其实打仗哪有不死人？他就这样，爱把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他应该是得了 PTSD。屁什么屁？不是，杨参谋长，你别老转洋文，你说点我能听得懂的。PTSD，又叫战后创伤应激障碍。老胡有障碍了？哪儿啊？对，别去！不是，他还没结婚呢。再说这事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战后创伤应激障碍不是身体疾病，而是种心理问题。很多退伍的军人啊，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。哦，心理障碍是吧？啊，那就行了，只要不是生理障碍就行。另外啊，就他这警惕性高这事儿，他也不是一坏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是他认为自己心里最亲近的人有了危险，你吆喝一声，他立马进入战备状态。不信是吧？不信我给你看。哎，头发里睡着了，敢不理你？最亲近的人来了啊！你看是不是睡着了啊？老胡，我是胖子，我遇到危险了，老胡，救命啊！你怎么不灵呢？老胡，杨参谋长被人抓去当压寨夫人了。杨参谋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我那个重色轻友的，你说什么呀？咱俩缘分尽了是怎么着啊？还发小了？呸！我跟你说，咱俩缘分算是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早晚有一天你被这外国妞拿藤一炮弹给你辐射了，你信不信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。行了，别在这儿待着吧，我走啊。反正我也不是什么亲人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那边溜达溜达去，没准我也能找一伴了不？胖子啊，胖子，走了，还真生气了，甭理我。还真急了。哎，老胡，你不去劝劝他？老胡，老胡，睡着了。我跟你说，没有我你能成吗？要不是我眼力劲儿，你能得逞？每回都是我当恶人，给你圆谎，也不知道等我有伴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给我也圆过谎？哼，我还够呛。反正你也不是什么讲究人。谁呀？老胡是不是你？谁呀？别吓唬我啊！
是你吗？胖子，你别动，干嘛呀？我这正按摩呢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舒服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哎，你看，他找你来了，你看，哎，你别扒拉他，你顺着点走，让他顺着劲儿，哎，顺着劲儿走，哎，你放松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哎，你看，对你放松啊，你看这边也来了。我给打。跟你打招呼的你，可好玩了。这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蜇人吗？不蜇人，这舒服。哎，好玩啊。这应该是跳舞草，一种草本植物，树到茎弄后会来回摆动，就跟含羞草一个道理。含羞树。这东西生长在这儿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我得再往里走走看。嘿，你还别说，有点意思。哎，杨三宝，你也舒服舒服。你们两个都小心点哈，这东西啊，说不定有毒。哎，走吧。哎，老胡子，跟你商量个事儿成吗？啊，哎，回北京的时候，我能不能把这草带着呀？哎，这往家里一种，哎呦呵，给我按摩，这可比娶媳妇得劲儿多。带回去干嘛？你还留这儿得了。哎，别，哎，我说，哎，差不多行吧？哎，差不多行，哎，行。哎，老胡，不打我屁股了，老胡呀，没完没了了，你还。这好像是个入口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我去。
这里还真够隐蔽的。这还真有一山神呢，不过这也太破败点了吧？啊！哎，你说那帮山民怎么寻思的呀？啊，死活不让咱们进山，说怕打扰山神。不是，这山神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他怎么保佑四方啊？这儿的山民自古以来靠山吃山，有敬奉山神的习俗也是正常的。要我说，信什么都没用。这年样，信天信地的不如信自个儿的胳膊腿儿。哎，老胡，这石像手里捧一蛤蟆还？这边还有一大葫芦呢，看来这就是地图上的蟾蜍标记，咱们找对地方了。这蟾蜍和葫芦在这么明显的位置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？这含义不是挺明显的吗？啊，这山神老爷想喝酒，就把酒放那葫芦里面，完了之后拿这个蛤蟆下酒，是吧？哎，丹家那孙子不也好这口吗？哼！既然地图上显示的入口是在这里，我想应该没有错。咱们大家再四处看看。啊，哎。哟，居然有人比咱们先来到这儿。看这穿着，不是本地人啊。来旅游的。不过你说他来云南旅游就旅游吧，他干嘛来崇古啊？还一个人，还死这儿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也是让县王的毒瘴给毒死的？别逗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能只身一个人翻过赵龙山，还穿过白雾来到这儿，那肯定不是一般人。对，不是一般人。他那有个包，我估计包里面肯定有东西。我看有什么纪念品没有啊？哎，这有一小牌儿，还挺漂亮的呀。这上面好像还有什么字儿呢？思鹤，汉语拼音是吧？鹤一日，鹤一
喝一天。喝你大爷！这是英文。哎，杨参谋，来，再翻译一下。上面好像还有什么字儿，你看。喝，汉语拼音是吧？喝一日，喝一天。喝你大爷！这是英文。哎，杨参谋，来，再翻译一下。爸爸，这个送给你，真好看。以后你出门带着它，就像带着我一样。好，爸爸，以后一直把它带在身边。杨参谋长，你怎么了？这不会是……真的？圈，你说大把子死这儿了，这一错一错的。喝一天，真的是杨参谋长的爸爸。那徽章上，我估计是他的名字。看他这反应，8九不离十。哦，哎呀，你说这杨参谋长找老爷子这也好几年了吧？那会儿都以为是丢沙漠里了，谁成想啊，你这最后落这儿。我估计啊，他父亲也是发现了新的线索，知道这木珍珠跟献王是有关系的。只可惜，是挺可惜的。你说这杨老爷子也真够能个的啊，一人单枪匹马，也没带什么专业设备，那能走到这儿，那是经历了多少千难万险。哎呀，最后能折虫谷里面，那也不是一般人。不行，待会儿我得劝劝他去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一个你爸爸倒下了，但是千百个后爸一母站起来了。你还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这说的还不是好话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杨参谋长他接受不了现实是吧？没问题，我觉得人家是一女主豪杰，人家坚强着呢，遇到事没准比咱还能担呢。胖子，哎，老胡，你们2个来一下，我有新线索。哎，
多坚强。别废话。这是我刚才搬弄父亲尸骨时发现的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。这怎么生出这么多小孩们来？哎，你们说，这有这么多的蛤蟆，别是有什么玄机吧？怎么了？你想怎么着？我就想跟你说俩字儿：佩服。我就想跟您说啊，一个你爸爸倒下了，但是千万个胡八一我们站起来了啊！这我跟您做一保证，我们一定接过杨老前辈的枪，我们是把穆尘珠找到，我们现在是胸中有红日，脚下无东风。胖子，哎，你还不会劝，别瞎劝好不好？忙半天也饿了，出去找点吃的去。找吃的我在行。那个老胡，你擅长做思想工作，加油啊！赶紧去。哎，那边。我说，不管怎么着，也算是见着了，对吧？我不太会劝人，我知道你心。老胡，谢谢你。不是，你别这样啊！我真的不太会劝人，但是胖子也不太会说话，我到时候好好说说他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是想说，这跟家人见着，要不你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帮你收拾一下，或者人总要落叶归根。爸爸他离开我们这么多年，等我们找到穆尘珠，我再把他的尸骨带出去。好。老胡，这些蟾蜍会不会是一个机关？
这应该就是进入古天国的机关。这里是按照九宫八卦的格局分布的，并且对应了九曲回环之术。这8只蟾蜍是可以转动的，但要想破解这里的机关，就必须按照特定的先后顺序转动这8只蟾蜍。既然这里暗合九宫八卦，那么用九宫的基数能不能打开？九宫八卦只是表象，最重要的是按照《易容经》里面的九曲回环之术，九宫的基数很难打开。你还有什么别的头绪吗？我那16字阴阳风水秘术倒是对《易容经》有记载。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第1只需要转动的蟾蜍，之后只要按着九曲回环之术，就可以一通百通。不过我记得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，这种机关一般都设置了反盗斗的装置。如果我们在3次以内没办法对准位置，就有可能永久锁死。咱们要再想进去，可就太难了。真追来了！阿爸，前面就是虫谷，我们可进去。进！跑得真快！士兵，打他！别跑，跟上！开修生少，渡经死经。八卦对应8门，趋吉避凶，应走生门。咱们现在方位是正南，离走正南。就是他。只有3次机会，你确定吗？我当然不确定，那也得试试啊。朝我这边来。献王行事诡异，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揣测。他在此处设置机关，肯定是不想有人们活着进去。有没有可能走死门啊？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。也许死门才是生门。走死门，钱
走西北。别人。在这。注意！老胡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如果老胡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妈的！我跟你说，我这趟出门跟跨了个鬼门关似的，我能活着回来，这都不容易。嘛呢？你慌慌张张的，让你找个吃的，怎么跟让野猪发现了似的？哎呦，太对了，就是让野猪发现那哥们儿，他发现我了，带着那帮孙子把我这头追啊！哎，赶紧的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马上就到了，赶紧想辙，怎么办？藏。走这。阿爸，这是哪的？先祖的上神庙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是遮龙寨的族长，只要你们出来跟我们会合，我保证是不伤害你们。要是你们不会合的话，那就是跟我们全族人作对。
尔等擅闯山神庙，赶紧出去，不然必受罚。跪！一叩首，二叩首，三叩首。去！还不快去！把门带上。你这他妈推我，你们丫的！组长，我觉得咱们之间有误会。误会？你们骗了孔雀，闯入虫谷，哪点来的误会？组长，我们没想到进入虫谷会冒犯到大家，但是我们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说，来之的到底想干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们从北京到这儿，是因为我们得了一种不治之症。是这样，这个山里有一种药可以根治我们的病，不光我们3个人，还有很多人等着这个药救命。组长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破坏你们遮龙寨的规矩，您高抬贵手，给我们几天时间，我保证，找着药以后我们立刻离开。阿爸，这些外族人嘴里一句真话都必有，不要相信他们。哎，这样吧，胖子啊，脱衣服。啊？把上衣脱了。啊。来，上爷，有没有？啊，好好看看有没有？啊，都看看，有没有？看清楚点儿。这是病发的症状，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姑爹，毛信他们呢？
就你那个，我也要。哎，我也有。我也有。我好像也有。啊？一个 Z 吗？啊？湿疹。孙子，你还过来啊？过来我看看。好。我怎么瞅你俩眼熟？哎，那孙子，说你呢？哎，我拉来让我再看看。嚯，你这面积够大的。痒吗？啊，明白。哎，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？得了，别费脑子。你们这个跟我们不一样，你这是脏的，勤洗澡就好了。小声些。这还来一慢点的，嘿！不要废话。这是我们的山神庙，你们几个竟然敢擅闯进来，这是对我们山神的大不敬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就是封建迷信，你拜那山神有什么用啊？你拜了半天，你还没拜明白吗？你拜谁呢？不是拜的我们吗？崇古的山神庙不准外人闯入，这是哲龙寨千百年传下来的规矩。不管你们是来干哪样，都不能破掉我们的祖规。老爷子，那说明您让人骗了1000多年了啊！老胡，虽说千年王八万年龟，我相信你也没活1000多岁，但是你老祖宗那会儿，咱们不能在这浪费时间，是吗？抓起来！完，哎，好好生，把手放开，把手拿开，我让你别拉着我，听见没？胖子啊，进庙。哎，好嘞，去你的吧！几个，怎么着，老胡？你想到什么了？刚才那个族长的话提醒我了，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，哲龙山有上千年的历史，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古滇国移民的分支。就是古滇国移民，又说明什么呢？